决定公司生死的50亿商务酒宴上，我饿极了，点了一份加臭加辣的豪华版螺蛳粉。男友嫌我丢人，当着所有高管的面让我滚出去，还为了讨好大客户把我当场开除。邵雨冰，你竟然在这种场合吃螺蛳粉，你还要不要脸了？50亿的项目毁在你手里，你担得起吗？我只是在吃我的晚餐。滚出去！你被开除了。爸，我就想吃个螺蛳粉，怎么了？惹得你还要开除我？我女儿嗦粉怎么了？在家我都亲自给她煮加臭版的。雨冰姐，大家都在洽谈合作细节，你吃什么东西那么臭？这碗螺蛳粉你点的，这种场合你怎么能吃螺蛳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就那么馋吗？得罪了客户，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雨冰姐，大家都在洽谈合作细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又没人跟你抢，我一个实习生都比你知道这次酒宴的重要性。你这种饭桶，别给公司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看你还是赶紧滚出去吧。还不走？你非要惹周总生气吗？这么多客户在这看着呢，你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嘴？服务员，服务员，把这破粉撤走，没人闻这种恶心味道。慢着，就放这里，我吃。别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你非要跟我作对。你既然知道，还让一个实习生在这给我摆脸色，真是上不得台面。行了行了，他要吃就放这儿吧。真是不好意思，周总，我也没想到我们公司的经理竟然会在这种场合吃螺蛳粉。像您这种身份的人，恐怕光是文件就让您跌了身份。可惜我就是个实习生，没什么话语权。我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您千万别因为这个怪罪我们公司啊。雨冰姐，我也是为了公司好，万一因为你导致公司损失这么一大笔订单，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我不能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啊。雨冰姐，你千万别介意，我敬你一杯。于冰，楚楚已经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没看周总的脸色那么难看吗？肯定是因为你点的这碗螺蛳粉恶心到他了。你非要拿整个公司的前途开玩笑吗？还不赶快把粉扔出去！这豪华版螺蛳粉不错，服务员，每人再上一个。你们年轻人吃吧，我吃不惯。您都没吃过，怎么知道吃不惯？够了，邵雨冰，你不过一个小小的项目部经理而已，你以为你凭什么坐在这里？要不是我，你连见到周总的资格都没有。可你倒好，不知道感恩就算了，还在这种时候非要逼着周总闻这种恶心的味道。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雨冰姐，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吗？趁着周总还没发火，你赶紧走，这里有我和赵总就行了。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了。楚楚，赵总，我没事，你快放开我，别让那么多客户看了笑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着客户？你怎么那么傻呀？要是你能有楚楚一半为公司着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赶紧跟楚楚道歉，然后滚出去。和周氏集团的合作是我谈下来的，我凭什么出去？不过谈下来一笔订单而已，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实话告诉你，周氏集团之所以跟我们公司合作，是看中了我们公司的实力。这笔订单换成谁都能成功，你不过是沾了公司的光而已。如果我不呢？雨冰，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楚楚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让你出去也是怕你在这里打扰了周总吃饭的兴致。你能不能别再闹了？其实有件事我一直忍着没说，可现在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赵总，今天来酒会的时候，我看见雨冰姐是从周总的车上下来的，周总还拍了拍雨冰姐的头，两个人特别亲密。怪不得你今天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怪不得你连周总都不怕得罪，原来你早就背着我跟别的人搞在一起了。邵雨冰，为了这笔业绩，你竟然连脸都不要了。周总的年纪都当你爸了，你知道吗？我真没想到，你平时装的一副清高独立的样子，背地里居然是个不知廉耻的货。泽哥，你别太难过了，雨冰姐可能也是太想帮你拿下这笔订单了，只是一时糊涂走错了路。帮我？她是想毁了我，想毁了整个公司。
周总，实在对不起，我向您发誓，我绝对不知道邵雨冰私下里对您做过这种死皮赖脸的纠缠。这种道德败坏、不知廉耻的女人，根本不配留在我们公司，更不配负责您这几十亿的重大项目。坐在主位上的周总，在外人看来此刻脸色阴沉，但只有我知道，我爸现在正处于暴走的边缘。这可是50亿的续命大单，要是今天因为邵雨冰这个疯女人黄了，我这辈子就全完了。都是这碗恶心的东西，把整个包厢搞得乌烟瘴气。周总一定是被这股穷酸味熏得心烦意乱，还不赶紧把这破粉给我扔了！你非要把最后一点合作的希望也做没了吗？赵泽，你敢动一下试试？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跟我狂？雨冰姐，你别和泽哥抢了。邵雨冰，你疯了吗？你是故意要害死我，害死整个公司是不是？你不仅在酒局上吃这种底层的垃圾，还故意把汤汁泼在周总的身上。你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货，我坚决不能容你！我以公司副总的身份当众宣布，邵雨冰，你被正式开除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你做的任何事都与公司无关。还不赶紧给周总跪下磕头道歉，把你弄脏的衣服赔了，把周总鞋面上的红油给我弄干净。周总要是不原谅你，你今天休想走出这个包厢的大门。赵泽，爸，我就想吃个螺蛳粉，怎么了？惹得你还要开除我？邵雨冰，你是不是被开除吓疯了？你为了逃避责任，竟然敢乱认周总当爹！你姓邵，他姓周，你简直不要脸到了极点！冰冰，烫疼了没有？快让保镖拿冰块过来，叫医生，立刻马上！我女儿嗦粉怎么了？在家里我都是亲自下厨给她煮家臭双份腐竹版的，她想吃什么，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她摘下来。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掀我女儿的碗，还敢造谣她不知廉耻，还敢开除她逼她下跪，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周总，他姓邵。我女儿随她母亲姓邵，怎么还要跟你们这群杂碎汇报？回去告诉你们，周氏集团与你们公司的所有合作无限期取消。不仅如此，从明天起，周氏将全面对你们公司进行商业围剿。至于这两个人，我不想在江城的任何一个商业场合再看到他们的名字，懂了吗？懂了，周总，我们明天立刻做破产清算程序，商业围剿。一切都结束了，彻底结束了。你这个害人精！我3年辛苦打拼得来的位置，被你一碗汤全毁了！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泽哥不要！我能救公司，泽哥你别动手！我认识周家的大小姐，我和她是最好的闺蜜。你确定？你一个实习生怎么会认识周氏集团的千金？你要是敢在这个时候骗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怎么敢骗你？她叫小雅，平时穿的用的全都是限量版高定，背的包都是几10万的定制款，她还给我看过周家庄园的照片呢。我现在就给她打，她就在这附近逛街。喂，楚楚啊，找本小姐什么事儿？我正在 SKP 市当季的高定呢。小雅姐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和我男朋友今天在酒店谈几10亿的大单子。结果碰上了一个叫邵雨冰的疯女人，她不仅用一碗恶臭的螺蛳粉泼了我们一身，还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哄骗了你们周氏集团的一位高管，居然下了封杀令，要把我男朋友的公司逼上绝路。小雅姐姐，你可是周家的大小姐，周氏集团未来都是你的，你能不能过来帮我撑撑场面，教训教训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邵雨冰？邵雨冰？什么阿猫阿狗，听都没听过，敢在我们周氏集团的合作酒局上撒野，还敢动我的人，真是不知死活。楚楚你别怕，你们在哪个酒店？我正好就在附近，这就带人过去。我倒要看看周氏集团里哪个不长眼的高管敢越过我这个大小姐，封杀我妹妹的朋友。泽哥，你听到了吗？小雅姐姐马上就到，有周氏集团真正的大小姐给我们撑腰，那个邵雨冰算个什么东西？就算周总是他爸又怎么样？在豪门里，他一个不被认可的，能和正牌大小姐比吗？楚楚，你真是我的福星。走。邵雨冰刚才肯定跟着周总去了楼上的 VIP 休息室，我们这就去门口等大小姐。今天这笔账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哎呦，轻点，医生你没吃饭吗？
我女儿手背都红了一大片了。爸，我没事儿，就是红了一点，没起水泡。你刚才那一脚踹的也太狠了，不怕出事儿啊？闹出人命又怎么样？我周海婷的女儿，难道还处理不了一个吃软饭的渣渣？那个姓赵的小子用你的钱借你的人脉，反过头来还敢在众人面前羞辱你、开除你。冰冰，你就是脾气太好了。要是换了我年轻那会儿……行了行了，知道周董事长当年叱咤风云了。不过他既然做得出初一，就别怪我做15。刚才的封杀只是第一步，他这3年吃进去的每一分钱，我都要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我要他在这座城市像老鼠一样永远抬不起头。不愧是我周海婷的种，够狠。放心，这种脏活累活爸替你干，你好好养伤就行了。你们瞎了眼了吗？敢拦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周氏集团的大小姐，滚开！小姐，请您冷静，让他们进来。邵雨冰，你以为你躲到 VIP 休息室就没事了吗？你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也敢妄图动我的公司？我告诉你，今天周家真正的大小姐在这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小雅姐姐，就是这个邵雨冰，她刚刚可嚣张了，不仅泼了我们一身，还仗着有几分姿色迷惑了周总，让周总下了封杀令。你可千万不能放过她，不能让她这种女人败坏了你们周家的名声啊！你就是那个什么邵雨冰，也不自己照照镜子看看是个什么样，竟然敢打着我们周家的旗号在外面胡说八道，还敢封杀我妹妹的朋友。还有你，不知道是公司哪个部门的不长眼的狗东西，敢被这种狐狸精迷惑。现在立刻给本小姐转过身来，撤回封杀令，然后给我跪下磕头道歉，否则我明天就让我爸把你开。你要让谁认错，又要开除谁？老爷，小雅姐姐，你在干什么？你怕他做什么？你可是周家的大小姐，就算他是公司的高管，也该是他给你赔礼才对啊！你给我闭嘴！你小子不要拉着我！什么周家大小，我是哪门子的大小姐？你这个害人精，你到底惹了什么滔天祸事？要害死我全家吗？看来你还没蠢到家，还认得我。我记得你，周妈的女儿叫小雅是吧？小时候跟着你妈在后院帮佣，我还叮嘱过管家，让你和冰冰上同一个学校。可是我怎么不知道，我周海婷什么时候多出你这么个女儿了？还打着周氏集团大小姐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甚至要开除我。你不是周家大小姐，你只是个保姆的女儿。她不仅是保姆的女儿，还是个胆大包天的小偷。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条手链是我18岁生日时，我爸在苏富比拍卖会上用800万拍下来送我的成年礼物。半年前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是长了脚，跑到你这里来了。赵泽、秦楚楚，你们不是一直想见识一下周家真正的大小姐吗？重新认识一下我邵雨冰，周氏集团董事长周海婷的独生女，周家唯一的继承人。不，这不是真的，雨冰，我错了，是我瞎了眼，是我看走了眼，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看在我们过去3年的情分上。你也配提感情？刚才在包厢里，你逼我向周总低头道歉，把鞋面上的污渍清理干净的时候，怎么不提感情？赵泽，你不是觉得我吃一碗螺蛳粉上不得台面吗？好，那我今天就彻底成全你。爸，该怎么处理？第一，立刻通知法务部和报警。这个叫小雅的盗窃价值800万的贵重首饰，数额特别巨大，足够她在里面待一辈子，连同她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妈一起送进去。老爷，我错了，大小姐，我错了，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第二，通知酒店安保，把这2个污染空气的东西给我从酒店大门请出去。泽哥，救我啊！雨冰，你不能这么对我，公司不能没有那50亿的订单啊！董事长不会放过我的，雨冰，你帮帮我。赵泽，回去告诉你们董事长，周氏的封杀令从今天午夜12点开始正式生效，好好享受你最后的狂欢吧。泽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快想想办法啊！公司不能倒闭啊！怎么办？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办？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推那碗粉，如果不是你找来那个假千金，我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泽哥，你冷静点，我也没想到。你一句没想到就完了，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我爸昨天说要给我补身体，果然说到做到。大小姐，从昨晚午夜12点开始，周氏集团已经全面切断了与宏远公司的一切商业往来。目前，江城另外10几家龙头企业也都在今早8点同步宣布了联合抵制。宏远公司的资金链已经在半小时前彻底破裂。至于赵泽，他现在的日子恐怕比下地狱还要精彩。
是吗？放出来看看。赵泽，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50亿的单子啊！就因为你纵容一个不知死活的实习生，全给我搅黄了。法务，把企划书念给他听。董事长，您听我解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就去周家庄园门口守着，我当面去求他原谅。赵泽，公司现正式向你提起诉讼，追讨损失人民币8600万。你在担任副总期间，多次挪用公款，为你个人及下属秦楚楚购买奢侈品。我们已向有关部门报案。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什么副总，不过是个吃软饭的罢了，可不是吗？大小姐栽培了他3年，他转头就去讨好那个实习生，现在好了，踢到铁板了吧？你到底要把我害到什么地步？啊！救命！给我把门堵住！今天谁也别想跑！捂着脸干什么？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把他给我拖过来！啊！王姐、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装什么无辜？拿着我家的钱在外面装清贫大学生，上个月骗了1辆车，这个月又去跟别人牵扯不清，你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各位宏远公司的员工都看看啊，看看你们这位实习生私底下到底在跟什么人接触！你这个骗子！原来从头到尾你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都别动，靠墙就好。大小姐，那边已经处理妥当了，证据确凿。赵泽和秦楚楚这辈子恐怕都要在里面度过了。他们那些不成器的家人也会因为填不上这个窟窿，而在老家身败名裂。知道了。邵总，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们叫邵总。周氏集团收购宏远后，第一件事就是人员重组。很遗憾，在座的各位因为过去3年里的拉帮结派和不作为，全都在裁员名单里。赵总，我们也是被赵泽蒙蔽了呀！大小姐，求你还有房贷要回啊！当初赵泽在酒业上当众开除我，逼我下跪的时候，你们在场的人有谁替我说过一句话吗？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着你们的 N+1仆偿，半小时内滚出这栋大楼。把里面所有赵泽碰过的东西全都砸了，当垃圾扔出去，然后把这间办公室彻底消毒。许冰，站住！干什么呢？让我进去！我要见雨冰！雨冰，我知道错了，你出来见见我呀！外面那位闲杂人员太吵了，陈波，告诉大厦物业，以后这种衣衫不整的外来人员不准放进大厦周边50米。是，大小姐。喂，物业吗？雨冰！雨冰，你出来看看我！我在外面等了你一整夜啊！雨冰，你出来看看我！雨冰，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复合吧。结婚复合？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也配提这2个字？我只是来亲手掐灭你最后那点可笑的幻想。雨冰，你不是出来原谅我的吗？我都在这里等了一整夜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谁告诉你，你等了一整夜我就必须原谅你？你等在这里是你自己走到无路可退才想要抓住一根稻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赵泽，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我就会像以前一样给你兜底？我今天下车就是要亲口告诉你，周氏的法务部已经接管了宏远公司的诉讼案，你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的证据，我已经让人全部移交给了警方。你这辈子准备把牢底坐穿吧。至于你老家的那对父母，我会让人把你的那些事儿一字不落地登在你们县城的报纸上。你欠的那8000多万，他们就算砸锅卖铁，被追债的逼到走投无路，也得给你背着。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绝不原谅，不死不休。通知相关部门，就说有人在周家庄园门口寻衅滋事，请他们依法处理。是的。剩下的事交给法务团队跟进，我要依法追究到底。是。开车吧，去机场，我要去3亚度假。大小姐，您点的餐准备好了。辛苦了，皮埃尔，这才是周家大小姐该过的生活。
过去那3年，我就像是做了一场荒诞且憋屈的噩梦，好在梦中醒。大小姐，打扰您度假了。不过我想，您应该会想看看江城这边最新的风景。说吧，那几个垃圾现在怎么样了？赵泽，这是关于你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的最终审计报告，一共3240万，再加上你给公司造成的直接违约金损失5400万。董事长说了，只要你1天还不清这笔钱，这官司我们就打到底，绝不谅解。我还不起，我真的还不起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让我去见邵雨冰，让我去见他。他有钱，他8个汗毛就能帮我把钱还了。他以前最爱我了，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被关进去的。听说他的父母今天早上也到了江城。是的，大小姐，他们把老家的房子地全卖了，还借了款，凑了不到200万，想来替儿还债。结果刚到宏远公司楼下，就被赵泽以前得罪过的那些债主和供应商给围了，那200万瞬间被抢个精光。现在老两口正坐在那边大门外的大马路上，哭天抢地的骂赵泽是个丧门星呢。罪有应得。那秦楚楚呢？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他们，那些钱都是他们自愿给我的，是他们想关照我，不是我找他们要的。你同时和6名已婚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以怀孕、家人重病等虚假理由索取财物高达1500多万。现在那6位的原配妻子已经组成了维权团体，不仅聘请了顶级律师团队追究你的全部责任，还向相关机构申请了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资产。你买的那些车、名牌包，还有江景大平层，昨天下午已被相关机构全部冻结收回。你现在名下连1分钱都没有，你涉及的金额比赵泽还大，准备好在这里面待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吧。不，我不要被关进去，我把东西全还了，行不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当初在几10亿的酒局上，他大声嘲讽我吃螺蛳粉上不得台面，如今他所有伪装被撕碎，连一碗螺蛳粉都吃不上了，这才是因果循环。还有最后一位，那位周家大小姐。我让你去外面装富家女，结交富贵人家，谁让你去惹真正的大小姐啊？那可不是我们能惹的人。现在好了，我们娘俩都要在这里面待到老了。办得不错，陈伯。告诉公司的法务团队，不要给他们任何减免或和解的机会，我要他们把每一天都完整的过完。是，大小姐，祝您在三亚度假愉快。邵总，您能拨冗见一面，简直是星芒传媒的荣幸。我们星芒致力于重构新消费生态的底层逻辑，通过全矩阵私域流量形成商业闭环。有您的支持，我们有信心在未来里将公司的市值提升10倍以上。这高汤今天怎么有点浑了？底下沉淀的残渣太多，浮油也重，看着太油腻了。你去拿点陈年老醋来，多加点醋，好好去这股浑浊的油腻味儿，不然实在没法入口。汤底浑了，这是在暗示星芒传媒的报表不够透明，底下沉淀物太多，口感太腻。这是在影射我们公司基础层存在低效资产，中间层全是占位冗员，多加点醋。酸性资产抑制质量欠佳的存量账款。邵董说，如果不去除就难以下咽，这是要派周氏的专业尽调团队来一次全面摸底。邵董，我承认3家壳公司的税务催化有疏漏，底层的呆账是之前盲目扩张导致的。但主公司现金流是干净的，求您高抬贵手，只要给个机会，我回去把问题切割得干干净净，绝不让您费心。不过是单纯觉得粉太油腻，想调个味儿，他竟靠着心虚把自己老底兜了个底朝天。你的烂账我没兴趣听。陈伯、宋克，告诉旗下所有渠道，周氏集团的大门不收垃圾。钱程，你不要太过分。上一批抗老精华的有效成分被你私自缩减了70%，全用劣质的化工增稠剂代替。这不仅是欺诈消费者，严重的话会导致大面积过敏的烂脸。我是首席配方师，我绝对不会在这种违规产品的质检验收单上签字。阮清，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星芒的流量包装，你那些所谓的高级配方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工业废料。看清楚，这是你当年入职签的独家竞业制及知识产权买断协议，白纸黑字。你离职核心专利全是你研发的，没错，但署名权和商业收益权全归公司。你当时骗我这只是走个入职流程，这份协议根本就不公平。商场上讲的是契约精神，你要是敢违约辞职，违约金是整整50个亿。乖乖回去把验收单签了，把产品合规的责任担下来，要么我让你这辈子背着这笔债，在整个行业里永远抬不起头。契约精神，利用信息差和职场 PUA 建立的霸王条款，也配叫契约精神？邵董，这是我们星芒内部的人事纠纷，就不劳您费心了。陈伯，在，大小姐。给钱总普步法，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合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致使订立的劳动合同显示公平的，以及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条款，自始无效。50亿的惩罚性违约金远远超出了法定补偿标准，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此外，
钱总企图逼迫阮女士在违规添加劣质原料的质检单上签字，以转移企业法人产品质量责任的行为，已涉嫌触犯产品质量法及商业欺诈。你的食材成本2.5块，卖给消费者2500，出了事儿还想用一纸废合同把真正的技术核心当替罪羊。钱程，你手里的那份协议，连给我擦鞋我都嫌脏。阮清，明天带着你的核心配方原始数据来周氏集团法务部，你的离职纠纷和专利申诉，周氏的顶级律师团接了。从今天起，你只属于你自己。谢谢你，邵董。家人们，今天这款星芒逆龄精华是我们团队耗资3个亿、历时5年研发的超级底牌。我今天把话放这里，就算是对标市面上那些高端大牌，我们的核心成分和吸收效额也绝对是全方位超越。今天直播间破冰优惠价，原价2980，今天只要298。家人们，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后台准备，5、4、3、2。钱总，请留步。既然你口口声声对标了我方的行业标准，那我作为该平台刚刚完成交接的新任合规负责人，有义务在全网观众面前替大家查验一下你所谓的这张底牌。邵宇冰，你疯了吗？你敢动用平台权限强行关我的直播间？导播，赶紧把他的画面给我掐掉！别白费力气了，这是平台最高级别的合规审查熔断机制，在审查结束前，任何人无权切断。各位观众，请看屏幕上的权威质检报告。钱总手里那瓶号称耗资3亿研发的产品，其实际出厂成本核算，包括那华丽的包装瓶在内，仅为2.5块钱。根据行业公认的规范，抗老产品的核心有效成分应有明确的添加标准，而钱总这款产品有效成分添加量不足 0.01%， 剩下的 99% 全部是极其廉价的普通填充材料。你毫无根据，这是不实指控，我们是有专利的。你的专利是靠不合理协议逼迫原配方师挂名的无效文件。这件事周氏的法务部明天就会正式提起法律诉讼。更严重的是，这份检测报告明确指出，该产品违规添加了大量未经批准的特殊添加物，导致其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超出行业安全标准整整400倍。根据平台相关规则，星芒传媒的直播间从即刻起被永久关闭。同时，平台法务部已经正式联合相关部门启动对星芒传媒的全面调查程序。钱总，这场戏结束了。快，立刻联系那边，把公司账上最后那笔资金全部转走。另外，把地下室那2套重要资料的硬盘给我处理干净，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钱总，现在外网全是我们产品出问题的热搜，相关部门明天一早肯定会来查封账户。现在走大额资金转移，绝对触发最高级别的合规警报啊！不转难道留在这里等着被查吗？只要钱出去了，我们现在跟我来海外就能冲一条线上的，出了事做假证的你能撇得清吗？还不快去！大小姐，眼线传来消息，钱程正在紧急转移资产，并且订了今晚凌晨3点的航班，打算用隐蔽方式尽快离境。需要我们派人在机场采取行动吗？不必，一封函件足矣。以法务部名义走最公开的合规流程，递交关于星芒资金动向的问询函，抄送星芒财务部邮箱。只是一封问询函。明白了，大小姐，攻心为上。这不是问询，这是最后的通牒。他们手里已经有全部证据了，我不能替他顶。师傅，快去市商业合规稽查局！我要自首，我要举报！老刘这个废物，处理点东西怎么还没给我发信号？钱程先生，是吗？不用再演了。3个小时前，你的财务负责人已经带着你们公司的内部账目资料，主动向合规稽查部门坦白了全部问题。经初步查实，你涉嫌多项严重破坏商业合规条例的行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所有的证据链已经完全闭环，钱总，这场戏彻底落幕了。阮清，去吧，去向全行业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底气。各位，清源的诞生只为证明一件事：好产品不需要靠虚假的数据来堆砌。今天我们将公开全线产品的所有成分配比和第三方最高规格的检测报告。在清源没有不合理的推拉协议，更没有让员工替问题产品承担责任的职场不公。我们只尊重技术，尊重每一位消费者的付出。邵董，这手牌打得确实漂亮，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方新消费生态的大半份额。不过商场毕竟是个比拼实力的地方，女人再能干，终归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港湾来依靠的。如果联姻以后你安心享受生活，外面的事我来处理。这位公子，我想你搞错了一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
周氏集团扩张版图，靠的是严谨的财务审计、合法合规的并购意向书和顶级的商业运营能力，而不是靠一纸联姻协议去进行所谓的资源整合。至于你说的庇护，我自己亲手打下的商业根基，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替我遮挡风雨，因为我就是风暴本身。稍等，霸气！抛开狗血剧情，拒绝依附与内耗，我们凭专业和互助，闯出了自己的通天大道。干杯！属于大女主的辉煌时代，此刻正当长空万里，